徒步环岛第5天，觉得走路到9分应该蛮酷的。基隆庙口的历史可追溯到日治时代末期，当时香火鼎盛的电济宫为庙口夜市早期经济发展的根基。顶边错、三明治、鸡卷、豆千羹、卤肉饭、原汁猪脚、红烧鳗鱼羹、天妇罗、香肠、泡泡冰。基隆人爱喝咖啡，也有很多老字号的露天咖啡小店，可以追溯到80多年前的日本时代。田寮河上有12生肖桥，最令人感伤的是吉阳桥，曾经是228事件的刑场，许多当地精英被处决。口述资料：赖有福，当地居民。副议长杨元丁当机立断，于枪声息落时，命令大家快速从后巷逃。他自己则继续留在议会作证处理。于自由桥、经金鸡桥，便被枪杀，并踢落田寮河中溺毙。基隆有件案叫做微笑台北，基隆也是全台通勤比例最高的城市，3成的基隆人口都是通勤到双北上班。我习惯走一段路，再吃早餐。从新北市到基隆，现在又到了新北市。清朝末年，9分发现了金矿，渡口附近的一家商铺，店名为瑞芳，往来旅人常向招呼来去瑞芳，或言从瑞芳回来，久而久之，瑞芳成了新地名。今日的瑞芳老街，则是日据时代因矿及铁路开通设站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新市街。瑞芳老街既缺乏像三来、大溪、湖口那样的整体老街格局，也没有9份、金瓜石、山海兼具的美景。瑞芳车站的前站有不少排班的计程车，都等着载观光客往9份而去。2020年10月，矿业元素融入设计瑞芳分馆新馆启用。对面是瑞芳国中，姊妹校为日本香川县晴平町晴平中学，于2017年1月20日缔结。内瑞坊瑞福宫位于甘仔赖，县甘平里，为瑞坊地名发源地，创建于1941，日昭和16年。甘仔赖为昔日重要的矿重地，煤矿工到土地公庙祭拜。我把我的命暂时寄放在这里，拜你把我的命顾好，下班再拜拜，答谢土地公这一天的保佑，并将自己的命领回，这就是祭命。明灯路是为了纪念台湾总兵刘明灯，他曾路过瑞芳，踏破三雕岭与草岭古道，巡视宜兰，沿途还提了金字碑、虎字碑与雄镇满宴碑。所谓的流，就是流龙，这段流路是昔日9份通往瑞芳的轻便台车路的其中一段。9份在金矿业兴盛前，以樟竹脑为业。此处既有90口樟脑灶，而10口灶为1份，故宫有9份，久而久之演变为9份地名。经轻便路阶梯一路往上，
若从金瓜石方向眺望基隆山，就为大肚美人山。月方清源殿是北部基隆最大道教的寺庙，主神供奉神农大帝，依山旁海。邱阳勋工作室定居九份40年，为全球知名柏油画家。错位铝塑将破就减10场，打造成风格铝塑3金。树窟奇木楼观光客不太常到，但我蛮推荐的。今天在路上预定好的背包客栈到了，小帮手带我到屋顶看风景。酒窝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用心的空间。可惜当天没见到2位窝爸，但我记得他们有传讯说有在路上看到我在走哈。当天好像也没有开行程，好可惜，就自己再出来老街走走找吃的。阿甘怡芋圆，每来必吃。我真心推荐游客在九份住一晚，晚间以清晨的感受很美的。1989年上映的侯孝贤电影《悲情城市》，可以窥见当时九份的繁华与228交织而成的悲剧。2021年还算是 COVID 地情，台湾没太大问题，但也没观光客。现在的九份人潮汹涌，如能过夜更有情怀。想起大学时代有从三重骑机车到九份，觉得好远。记得在交易厅跟小帮手还有其他住客聊天，很有意思。以上就是徒步环岛第5天，基隆到九份。